观世音菩萨，这位慈悲济世的大菩萨，以其独特的耳根圆通正道，在25圆通中脱颖而出，更是被文殊菩萨赞为第一法门。这究竟是怎样神奇的神通，能让菩萨在生尘之中顿悟真如，获得究竟解脱？楞严经中出于文中，入流王所短短7字，看似简单，却蕴含着圆通的真谛。千百年来，能参透其中玄机者寥寥无几。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究竟藏着怎样惊世骇俗的秘密？这一法门为何能超越其他修行之道，被尊为最殊胜的解脱之途？寻常人又该如何踏入这反闻自性的不可思议之境，开启属于自己的解脱之路？唐代时期，佛法昌盛，寺庙林立，高僧辈出。在这浓厚的修行氛围中，有一位名叫慧文的高僧，他自幼便与佛结缘，对佛经有着超乎常人的痴迷，尤其对楞严经更是爱不释手，日夜钻研。然而对于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，他却始终如坠云雾，不得其门而入。慧文听闻长安城外的栖禅寺有一位智海禅师精通楞严经，对耳根圆通法门更是有着深刻的见解，慧文便踏上了前往栖禅寺的求法之路。智海禅师白发苍苍，面容慈祥，慧文见到后恭敬地行了一礼：“师父，弟子慧文，久仰您对楞严经的精通。”楞严经中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，被文殊菩萨称为最殊胜的修行方法。可弟子研读多年，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智海禅师微微颔首，缓缓说道：“楞严经云，出于文中，入流王所，所入寂寂，动静二相，了然不生。如是渐增，闻所闻尽，尽闻不住，觉所觉空，空觉即圆，空所空灭，生灭寂灭，寂灭现前。此28字，乃耳根圆通的精髓所在。”慧文急切地说：“此经文我已诵读100遍，却仍不明其意。何为入流王所？何为闻所闻尽？还请师父详细讲解。”智海禅师并未直接回答，而是问道：“你现在能听到什么？”慧文侧耳倾听，片刻后说道：“风声、鸟鸣、远处的诵经声，还有寺中僧人的脚步声。”单智海点头：“这些声音从何处来，又到何处去？”“声音从外界传入我的耳中，至于去了哪里，弟子不知。若是如此，声音是客，你的耳根是主，对吗？”慧文点头称是。“那么若无声音传入，你的听性还在吗？”慧文愣住了，陷入沉思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答道：“在寂静无声时，听性应该还在。比如在深夜熟睡时，若有突然的声响，依然能被惊醒，说明听性从未消失。妙哉！”智海赞叹：“这听性是否有形状，有界限？是大是小，是方是圆？”慧文思索良久，摇摇头，答不上来。耳根圆通的第一步，就是认识到你的听性从来不曾消失，也不曾升起。它不受声音的限制，不因声音的有无而存在或消失。它超越了一切形象，无处不在，又无形无相，就如同虚空，容纳万物，却不被万物所束缚。智海严肃地说道：“那么修行耳根圆通，具体应当如何下手？”慧文问。智海解释道：“首先，你要明白，我们平常都是循声流转，追逐外在的声音。外界的声音一响起，我们的心就跟着声音跑了，被声音所牵引，或喜或怒，或忧或乐。而修行耳根圆通，则是反闻自性，不去追逐外在声音，而是反过来寻找能听的自性如何反闻。当你听到声音时，不要只注意声音本身，而要注意到是谁在听这个声音。声音是所闻，能听的心性是能闻。通常我们只注意所闻，而忽略了能闻。反闻就是把注意力从所闻转向能闻。比如，当你听到鸟鸣声时，不要沉浸在鸟鸣的悦耳之中，而是要去探寻那个能听到鸟鸣的我。那个觉知就像镜子照物，
我们往往只关注镜子中所照的物，却忘记了镜子本身。能闻的心性就如同这面镜子，它能映照出一切声音，却又不被声音所沾染。慧文点头表示理解，又问师父，反闻之后呢？反闻之后，你会发现能闻的心性是不变的，而所闻的声音是生灭的，声音有起有落，有来有去，而能听的性却始终如如不动。继续深入，你会发现能闻所闻都是空的，能所双亡，最终正入寂灭现前的境界。这就好比梦中的景象，我们在梦中以为一切都是真实的，追逐着梦中的种种事物，却不知这一切都是虚幻的。当我们从梦中醒来，才发现梦中的一切都不存在，唯有那个能做梦的觉性是真实的。同样，在修行耳根圆通的过程中，当我们证得能所双亡，就如同从生死大梦中醒来，见到了真实的自己，也就是佛性慧闻，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。那么具体修行时是否有次第可循？智海点头道，有4个层次。第一，听见声音，了知声音，这是最基础的，要清楚地觉知到周围的一切声音，不昏沉，不迷糊。第二，不随声音所转，保持觉知而不分别，听到悦耳的声音，不生贪爱，听到刺耳的声音，不生嗔恨，只是单纯的觉知声音的存在。第三，寻找能听的自性，当能做到不随声转时，就开始深入探寻能听的那个我，那个心性。第四，能所双亡，正入空性，这是最高的境界，能闻与所闻都融为一体，不再有分别，最终证得空性，达到涅槃的境界。这4个层次就如同攀登一座高山，需要一步一个脚印，循序渐进，不可急躁。师父，弟子还有疑问。慧文恭敬地说，为何文殊菩萨在25圆通中独选耳根圆通为最圣妙？25圆通皆是成佛之道，但对娑婆世界众生而言，耳根圆通最为相应。其一，此方众生耳根最利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，每天都通过耳朵听闻各种声音，对声音的感知最为敏锐，相比其他根，耳根更容易入手修行。其二，声音周遍，易于入手，声音无处不在，无论我们身处何地，都有声音存在。修行者可以随时随地借助声音来修行耳根圆通，不需要借助其他特殊的条件。其三，耳根圆通直截了当，不假方便，它不需要复杂的仪式和方法，直接从我们最熟悉的听闻入手，直指心性。所以最为殊胜。慧文又问，修习耳根圆通有何正两境界？如何知道自己有没有修对？初修时，你会发现自己对声音的觉知变得更加清晰，但不再被声音所转。比如以前听到嘈杂的声音会心烦意乱，现在却能平静地觉知，不受其影响。继而你会感到能听与所听不再分离，二者融为一体，就好像水和波，波是水的显现，水是波的本质，能听和所听也是如此，看似不同，实则一体。再深入，你会体验到闻所闻尽的境界，声音与听性都消融了，只剩下纯粹的觉知。此时心中没有了对声音的分别和执着，只有一片清明，最后连这觉知也空掉，入于寂灭。这就如同熄灭了所有的灯火，进入了一片无边的黑暗，但这片黑暗却充满了光明，是一种超越了一切概念和分别的境界。慧文双手合十，恭敬跪地，师父，弟子愚钝，仍有一事不解。观世音菩萨证得耳根圆通后，得大自在，具32应身，能于十方世界救苦救难，而我等凡夫如何能依此殊胜法门修持？有何密钥可令寻常百姓也能契入？智海禅师眼中金光一闪，沉默片刻后轻声道，你且听好，耳根圆通真修法有3重玄机，非经多年苦修者不传。第一重为摄心归文。在修行之初，我们的心如同脱缰的野马，四处奔驰，
被各种外境所吸引。此时，我们要将这颗散乱的心收摄回来，专注于听闻，无论是周围的自然之声，还是自己的呼吸声，都要清清楚楚地觉知。就像牧人放牧，要将四处乱跑的牛羊赶回圈中，通过摄心归闻，让我们的心逐渐安静下来，不再被外界的声音所干扰。第二重为闻性圆明。当我们能够摄心归闻，不再被外境所转时，就要进一步体悟闻性的圆明。闻性本自圆满，它没有边际，没有界限，能辨闻十方世界的声音。我们要认识到，这个闻性不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，也不是外界的某个东西，它是我们本具的佛性在听闻方面的显现。就如同明月，无论在何时何地，它的光明都是圆满的，不会因为乌云的遮蔽而减少。我们的闻性也是如此，无论处于何种境界，它都是圆满无碍的。第三重为入流忘所，这是耳根圆通的关键所在。入流就是反流文字性，不再顺着声音的流向外追逐，而是反过来向内寻找能闻的自性。忘所就是忘掉所闻的声音。当我们深入反闻时，会逐渐发现所闻的声音虚幻不实，如同水中月，镜中花。此时能闻与所闻都渐渐消融，我们就进入了入流忘所的境界。这就如同我们在河中乘船，不再随着河水漂流，而是逆流而上，最终到达源头。忽然一声清脆钟声从远处传来，打断了禅师的话语。钟声悠扬，如空谷幽兰，在寺院中回荡，余音袅袅，不绝如缕。奇异的是，这一刹那，慧文忽感耳根清明，如有电光石火从心底掠过，心中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奇妙感觉。智海禅师目光如炬，直视慧文：“你刚才可有所感？”慧文震惊道：“方才一瞬，弟子似乎触及了什么，却又瞬间消失，那种感觉难以形容，仿佛心中的一扇门被轻轻推开了一条缝，却又迅速合上。善哉！”智海禅师长叹一声，此即耳根圆通之微妙处。观音大士曾言，此法门关键在于一念回击，这一念就是从向外追逐声音的念头，转回到向内反闻自性的念头。这一转看似简单，实则难如登天，因为我们无始劫来都习惯了向外攀援，要扭转这个习性，需要极大的决心和毅力。智海禅师目光慈悲，缓缓道来，耳根圆通的修习精要可归纳为三大要点：反闻、不随、体空。何为反闻？慧文问。反闻是将向外攀援生沉的闻性，转而反闻自己的真性。楞严经曰：出于闻中，入流忘所。此入流非指入生沉之流，而是反流闻自性。众生习惯向外追逐六尘，从未回光返照，认识自己的真性。反闻就是反其道而行之，不向外闻声音，而向内闻自性。这就好比我们在照镜子，平常我们只关注镜子中所照的外物，却忽略了镜子本身。反闻就是让我们关注到这面镜子，也就是我们的真性。当我们反闻时，会发现这个真性一直都在，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它是我们真正的主人。何为不随？不随是不随外境所转。常人听到悦耳之音则生喜爱，闻刺耳噪声则生厌恶，总是随生尘所转。修行耳根圆通，要做到心不为生尘所动，不随喜怒哀乐所转。楞严经云：所入寂寂，动静二相，了然不生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，我们的心也要在各种声音的淤泥中保持清净。当我们听到美妙的音乐时，不生贪爱，不沉浸其中；当听到嘈杂的噪音时，不生嗔恨，不被其干扰，始终保持一颗如如不动的心，清楚地觉知声音的生灭变化，而不被其所左右。何为体空？体空是体会闻性与生尘皆空。初修时，先空生尘，知道声音如幻如化，继而空闻性，知道能闻之性也非实有，最后能所双亡，
能闻所闻都不可得。楞严经所谓闻所闻尽，尽闻不住，觉所觉空，正是此意。到这一步，便入空觉即圆，空所空灭的境界，最终证得生灭寂灭，寂灭现前的涅槃妙心。这就如同我们在梦中，以为梦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，拼命追逐，但当我们明白这是梦时，梦中的一切都变得虚幻不实。同样，当我们体悟到闻性与生尘皆空时，就从生死的大梦中醒来，证得涅槃的境界。慧文问道：寻常百姓如何修持此法？可有具体步骤？智海微笑道：对寻常百姓而言，可分4步修习。第1步，静坐调息，择一清净处，端身正坐，调和呼吸，使身心安稳。初修可先闭目，待功夫纯熟后，可开目休息。静坐时，身体要保持端正，不要弯腰驼背，也不要过于紧绷。呼吸要自然、均匀、细长。通过调息，让身体放松，让心平静下来。这就如同为修行搭建一个稳固的基础，只有身心安稳了，才能更好地进行下一步的修行。第2步，谛听声音，专注聆听周围的声音，无论是风声、鸟鸣还是钟磬声，都清清楚楚地觉知，但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评判，只是单纯的觉知。比如听钟声，从响起到消失，全程保持觉知，但不起这声音好听或这声音吵闹等分别心。就像一个旁观者，静静地看着声音的升起、变化和消失，不参与其中，不被其影响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会逐渐培养出一种敏锐的觉知力，对声音的感知更加清晰。第3步，寻找闻性。当你能清晰觉知声音而不起分别时，开始寻找能闻之性。谁在听这些声音？那个清楚的觉知是什么？把注意力从声音转向能听的那个，你会发现，声音有生有灭，而能听的性却始终存在，不生不灭。这一步就像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。当我们把注意力从声音转向能闻之性时，就如同点燃了一盏心灯，照亮了我们内心的世界。我们会逐渐认识到，这个能闻之性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，它超越了一切生灭变化。第4步，性空双明。渐渐的，你会发现所闻的声音与能闻的性都是空寂的，二者本是一体，不可分离。到这一步，便是闻所闻尽，接近观世音菩萨的境界了。这就如同水和冰，冰融化后就是水，水凝固后就是冰。所闻的声音和能闻的性也是如此，本质上是一体的。当我们证得性空双泯时，就达到了一种无我的境界，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，证得了究竟的解脱。慧文又问，修持中有哪些常见障碍？如何对治？智海解释道，常见的障碍有3：一是昏沉，修行时昏昏欲睡；二是掉举，心散乱不安；三是执着，对境界升起贪爱。先说昏沉，此乃修行路上的迷雾，遮蔽心神，使人陷入混沌。究其根源，多因身体疲惫、饮食不当或心识昏昧所致。修行者静坐谛听时，本应清明的觉知逐渐模糊，脑袋低垂，意识仿佛坠入无底深渊。对治昏沉，可稍睁开眼睛，借外界光明提振精神，也可轻轻按摩太阳穴，或起身经行片刻，活动肢体以驱散倦意。更重要的是调整生活作息，保持饮食清淡，避免过饱过食，让身心处于轻盈通透之态。调举之障，恰似风中柳絮，心事纷飞不止。修行者虽在听闻声音，却难以专注，思绪如脱缰野马，忽而忆起往昔所事，忽而担忧未来变故。此时可专注于一种声音，如呼吸声，将注意力集中在气息出入鼻孔的细微感受上，一呼一吸，清晰觉知，以呼吸为锚，定住躁动的心。也可默数呼吸次数，从1至10，周而复始。若中途杂念升起，
便重新从一开始计数。如此反复训练，逐渐收摄心神，执着最为隐秘难察。修行者稍有境界现前，如觉耳根清明，心识澄明，便生起欢喜贪爱，执着于此境界，希求常住。殊不知此念一起，反成桎梏。须知一切境界如梦如幻，皆是心识所现。金刚经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当对境界升起贪著时，要以智慧关照，料知这不过是修行过程中的暂时现象，非究竟实相。应放下执着，不迎不惧，让境界自生自灭，如此方能不被其所困，继续深入修行。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修习？慧文继续问道。智海双目微合，缓缓说道：生活即道场，无处不修行。走路时听脚步声，每一步落下，感受脚掌与地面接触的震动，聆听脚步起落的声响，清清楚楚，不疾不徐。吃饭时听咀嚼声，感受食物在口中的变化，觉知每一次咬合、吞咽，不贪美味，亦不厌恶粗食。工作时听环境声，机器的轰鸣，同事的交谈，皆了然于心，却不被其扰乱心绪。关键是保持觉知，不随声转，反闻自性。晨起洗漱，水流之声，杯盏碰撞之声，皆是修行契机。晚间休憩，窗外虫鸣，微风拂叶之声，皆可作为关照对象。久而久之，功夫纯熟，行住坐卧皆可修习。此般修行，方为圆融无碍。修习此法，有何功德利益？智海面容舒展，微笑道：近则身心清安，烦恼减少，智慧增长。修行者在日常修习中，逐渐学会不随声晨起心动念，内心不再被外境轻易扰动，烦恼自会如霜遇暖阳，渐渐消融。随着觉知力的提升，对事物的洞察愈发敏锐，智慧如同泉水，自然涌出。远则断除妄想执着，正入圆通妙境，乃至成就菩提。妙法莲华经言：若人静坐一须臾，胜造恒沙七宝塔。耳根圆通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能断除无始劫来的无明习气，破除我执、法执，最终证得与观世音菩萨无二无别的圆通境界，圆满菩提道果。慧文又问：为何观世音菩萨特别与耳根圆通相应？观世音菩萨本具大慈大悲之愿力，是救世间一切苦难众生，其修行耳根圆通，正得闻性遍满十方，犹如虚空无有边际。众生称念其名号，或心生求救之念，菩萨即刻以闻性觉知，寻声救苦。此闻性超越时空限制，无论众生身处何方，遭遇何种苦难，只要一心称念，菩萨皆能感应。就像大海能容纳百川，菩萨的闻性包容一切众生之声。我等修习耳根圆通，亦是效法菩萨，先以反闻闻自性，自夺烦恼苦海，而后以遍满十方的闻性，度化有缘众生，践行菩萨道。慧文恭敬地问：楞严经云：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因闻，此语如何理解？智海双手结印，神情庄重。此话有两层含义。其一，佛陀说法以音声为载体，借语言文字宣说妙法，众生听闻佛法，依教奉行，得以解脱。音声虽为虚幻之相，却能传递真实之理，如同舟船，虽非彼岸，却可在众生抵达解脱之境。其二，此方娑婆世界众生，耳根最为灵敏，相较于眼、鼻、舌、身等根，通过听闻修行最易相应。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，契合众生根器，能让众生从熟悉的听闻入手，反闻自性，直达心性本源。故而说清净在音闻，此音闻非指外在声音，而是借声音为契机，唤醒众生本具的清净佛性。慧闻听闻至此，只觉心中迷雾尽散，如拨云见日，
豁然开朗。他恭敬地向智海禅师叩首致谢，师父慈悲，为弟子开启智慧之门，弟子定当依教奉行，精进修持，纵使前路荆棘遍布，亦不退转。智海欣慰地点头，修行贵在持之以恒，你且日日修持，勿起疑惑，勿生退心，自有所成。记住，反文文自性，性成无上道，此乃修行的核心要诀，需时刻铭记于心。说罢，禅师取出一卷手抄的《楞严经》耳根圆通章，赠与慧文，叮嘱他日夜研习，深入体悟。此后，慧文离开栖禅寺，寻觅幽静山林，搭建茅棚，专心修习耳根圆通法门。他依照智海禅师所授，从静坐调息开始，每日清晨伴着山间鸟鸣，诚心静虑。白天行住坐卧，皆保持对声音的觉知，不随声转，反闻自性。夜晚，在万籁俱寂中，深入探寻能闻之性。寒来暑往，春去秋来，慧文始终坚持不懈，历经无数次昏沉、钓局与执着的考验，却从未放弃。一日清晨，寺院晨钟悠扬响起，钟声回荡间，慧文忽然契入闻所闻尽的境界。刹那间，能闻的觉知与所闻的声音一时俱寂，心中一片空灵，犹如明镜，照见万物却不留痕迹，了了分明却不起意念。至此，他终于体悟到耳根圆通的究竟妙义。证悟之后，慧文并未独善其身，而是谨记智海禅师的教诲，踏上弘法之路。他四处游历，深入市井村落，为有缘人讲解耳根圆通法门。无论是出家僧人，还是在家居士，无论是学识渊博的文人，还是目不识丁的百姓，慧文皆耐心教导，以种种方便善巧引导众生反闻自性。听闻慧文讲法者，有的在日常生活中学会了在喧嚣中保持内心宁静，有的通过修行减轻了烦恼痛苦，更有不少人在慧文的指导下踏上了修行解脱之路。慧文的名声渐渐传开，许多修行者慕名而来，向他请教修行疑难。他总是慈悲为怀，倾囊相授。而智海禅师晚年常对弟子们说，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实为末法时代众生的上上法门，无论出家在家，无论智慧高低，无论年龄老幼，皆可修习，只要依法精进，必能见性成佛。他的话语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无数修行者前行的道路。时光流转，岁月更迭，耳根圆通法门在佛门中代代相传，历久弥新。在现代社会的喧嚣浮躁中，这一殊胜法门依然如同一座灯塔，为人们指引着返本还原的修行之路。无数修行者依此法门，在声音的世界中探寻内心的宁静与智慧，最终走向解脱自在的彼岸，续写着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的传奇故事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